消费可请注意，我们抱歉的通知，您乘连轴转了1个多月，好不容易喘了3天年假，都约好跟你去香山看枫叶了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？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你等一下。你把这个吃了，应该会好一点。要不这些都给你吧。如果你还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多吃几个。是你啊？你那天低血糖？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准备秀我的上线，所以我就加了几天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机场接人的。你那天真的吓死我了。哎，小心！你等一下。给你。今天来的呀，一个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，一个是运营部总监，让我一个没有任何职位的小兵跟他们谈，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多积攒点经验也是好的。职场的核心铁律是晋升，没有晋升就没有积累，做再多事情也都是原地踏步。这是私人通话，请你尊重别人的隐私。你想要隐私，那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在公开场合打视频电话，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，什么事都先怪别人，也许这才是你一直无法晋升的原因吧。你是？男朋友还是老公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，不要偷看别人手机，没礼貌。徐总，徐总，啊？哦。徐总 ，SG 的徐总。徐总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哎呀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呀。上茶，小罗，上茶。哎，上茶。我开完会以后啊，就去旁边的餐厅吃，那家餐厅特别好吃。我认识那个老板，是特色菜，它是这个柬埔寨的菜。夏言，你这干什么呀？你这是？徐总，我忘了介绍了。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夏言。不用介绍了，我们见过面。徐总你好，都是误会啊，希望您别介意。时间不早了，赶紧开始吧。赶紧开始啊！爱瑜伽就是这样一款针对都市女性用户，集功能性和社交性于一体的瑜伽练习手机软件。哎呀，说得好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徐总，您这边还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尽力解答。按照这个速度一直稳定增长下去的话，什么时候能到100万级？什么时候能到1000万级？你是有做过特别的调研，还是凭着你自以为是的判断？大概这不是一个疑问句。徐总，根据以往经验，夏小姐知不知道现在市场上和你们爱瑜伽定位相似、量级相当的 APP 有多少？我所知道的竞争对手有天天瑜伽、Yoga Home。所以夏小姐，你们的项目里有什么专利性技术是别的团队无法掌握的呢？没错，光我们的竞争对手，就瑜伽类的就不止2、3个，还不包括减肥操、舞蹈、普拉提，当然还有一些综合类的健身 App。我想把爱瑜伽整合到 SG 秀我的平台上，是徐总您下一步的规划吧？可是，我为什么非得选你们呢？比起其他瑜伽类的 App， 我们做的最好的正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交互，所以我们更适合秀我。徐总，我想这正是您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吧。
夏小姐这一番言辞的确很有感染力，毕竟这生意场上嘛，最终还是要靠产品说话。不是徐总，你再考虑一下。爱瑜伽虽然仍有瑕疵，但尚在可接受的范围内。从今天起，项目交接就由夏小姐和我们运营部薛总监负责。你回去吧，我不跟你谈。可是我们约好了今天的。我是 SG 的运营总监，你是星辰科技的普通职员，我们两个交接工作，这合适吗？确实不合适，但是我们星辰运营部总监的位置已经空缺了很久了，总监的工作也都是由我代理的，所以你们星辰这样的小公司做事情不规范，我是知道的。你们平时什么样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也管不着。但现在既然跟 SG 合作了，就应该有合作伙伴的样子。等你拿到正式头衔再来找我谈吧。可是薛总监那边好像不太配合，所以进度一直在被耽搁。怎么了？你得罪他了？哪能啊！我巴结他还来不及呢。小夏呀，这我就不得不说你两句了。你说你吧，平时吧看着脑子挺灵活的呀，怎么现在一根筋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个爱瑜伽这个项目，最终能够收购的拍板的，是那个薛总监吗？啊，当然不是啦。你就算拿他没办法，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嘛。啊？我觉得这徐总啊，对你印象挺好的。孙总，你也知道，爱瑜伽这个项目，这是我们这一年用尽全力开发的项目，对不对？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也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交接完成啊！不就一个运营总监嘛，这算什么？明天就能解决。好，孙总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早啊，大家！你这蓝衬衫很好看嘛。哎，大家听说了没有啊？一会儿孙总有重要消息要宣布。什么消息啊？大清朝召集我们来开全体会议，和夏言有关。夏哎，你忘了？之前孙总不就说吗？和 SG 的这个案子谈下来，就升你做总监。哎，我可听人事部的同事们说了啊，工牌都已经做好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大家早啊！今天叫大家开个会。我们这个运营部的总监一直空缺了很久，都没有找到最好的人选啊。因为大家也知道，运营部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那是核心，重中之重。我相信，这位新的总监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。没错没错。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，欢迎我们这位新的总监乔思思乔总监。哎呀，有请有请。哎呀，有请有请有请。哎呀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你看我太激动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啊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乔总监啊，毕业于伦敦商学院，海归硕士，之前啊在一家500强的企业做营销总监。大家也知道，我们公司最近就要转型拓展金融科技业务，我相信思思乔总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，那是相当的丰富啊！我们要多向他学习。夏言，你说这老孙也太不厚道了。爱瑜伽是你熬夜加班做出来的，卖给 SG 也是你连续加班1个多星期做出来的方案。这刚一卖出去，就立马拉一人进来享受胜利的果实，这太过分了。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乔思思啊，还是孙总的小情人。你可别瞎说，我亲眼撞见的，他俩在办公室，我偷偷录了音频，我给你听啊。我给你找。算了吧，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啊，我自己待一会儿。那我发给你。要不是我想多攒点钱，今天我就去跟老孙说我不伺候了。小财迷。我这不是想赶紧跟你过上幸福的小日子吗？本来答应好的升职加薪，这下全泡汤了，手上的项目又被一个一个的抢走，别提多心寒。要是真的不开心的话，就辞了吧。星辰也不是什么大公司，以你的能力、你的才华，去那些大公司，还不被他们当块宝一样供着呀？我再想想吧。不过我可真没想到啊，那老孙他老婆陪着孩子在国外上大学呢。他前脚刚给老婆打完电话说：“哎，你辛苦了。”后脚就把那个小情人安排进公司了。你说这两副嘴脸，真挺恐怖的。哎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学过伪装术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撞到箱子了。你小心点儿。啊，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，你也不要多想啊。我知道，这不是前脚有个刘一鸣，后脚又来了个老孙吗？我怎么，难不成还怀疑我？喂，我们都异地那么多年了，我还能怀疑你呀？对了，你工作交接都完成的怎么样了？快了，再过几天我就可以飞到你身边了，到时候别嫌我粘人哦。你都为我转战新州了，我感动还来不及呢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尽情的黏我吧，让我体会一下被男朋友黏住的滋味，无法自拔。夏言，我听说你因为方案的事去找孙总了。哦，之前交上去的方案名字被数错了，所以我过去问了一下。这事儿我就得多说你两句了。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这方案的思路和想法是开会的时候我提出来，大家一起补充的。你呢，花了些心思把它整理出来，的确是很辛苦。但是这样揽功的心思可不应该有啊！我一直很欣赏你，不然也不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啊。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聪明的，非常的，这次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就是非常的柔软。是不是有人故意挑拨了什么呀？要不这样，你也别整理方案了，把这些材料处理一下。他们慢慢就会柔软的。这些文件交给实习生来做就行了。下班之前交给我。哎，徐总，我送你。不用了啊。小夏不是在吗？哦，哎，小夏，哎，来，送点徐总。我本来还以为来 SG 做交接的是你呢。这些都是公司安排的，交接的事情，徐总您不用担心。我没有在和你说交接的事儿。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在真相面前不敢面对、委曲求全的人。哎，徐总，您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最近的日子过得还挺水深火热的吧？你这么聪明，知道自古功高盖主的都难得善终吧？所以接下来，你是打算继续留在公司忍辱负重，还是急流勇退啊？谢谢徐总您的关心，这些事情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哇，看来还真是在温室里待太久了。温水煮啊，渐渐熬去了你的斗志。你现在是一点往外跳的意识都没有了。徐总，您对合作公司的员工说这些，不太合适吧？什么？不合适的我都在你们孙总面前说完了。啊？哎，你跟我们老板说什么啦？哎，你到底说了什么呀？小磊呢？怎么周末还不回来？
他们学校最近有领导检查，他这几天都加班呢。这么忙？也行，这样就没空难过了。夏言，你呢？那个乔思思还那么过分吗？你快来看看我的黑眼圈吧，我太难了。没事啊，一会儿咱吃点坚果，好好补补。你说你那工作那么烦，你干脆就辞了好了，咱不受那气。哎，成年人的生活有什么受气不受气的呀？再说了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虽然有点积蓄，但林浩马上就要回来了，我爸妈也要过来，还要买车，哪儿都需要钱。小磊跟我们说了那个车的事儿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大不了那房租你就别交了呗。那不行，我们说好了，房租还是要给你的。咱们都多少年了，还跟我计较这个？不是计较，是分寸。哎呀，就别想那么多了，大胆往前冲。大不了以本小姐的财力养你一个绰绰有余。以你的财力，你还是踏踏实实给我好好想你工作的事儿吧，别到时候你妈妈把你的卡一停，还得夏言养你。大表姐，我们说夏言呢，又说我干什么？从我的角度看，如果有更好的选择，辞职其实也不错的。这是乔总监这几天给我安排的工作，我都做完了。孙总，我要辞职。小夏呀，你是干嘛呀？这是，之前咱们不是沟通好了吗？不是心里还有别的想法？年轻人格局要大一点，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吗？这样，咱不等这个 SG 全款结下来，爱瑜伽一旦交接结束，我就给你发奖金，下一个季度给你涨工资。东京奥运会一完，你就当总监，不走了吧？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，最主要的是我个人的发展期望跟公司未来的规划不太合。这些年我在公司学到了很多，也成长了很多，感谢公司可以给我这个平台。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。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孙总你可以找我，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孙总，小夏，你先回去。咱们都好好想想，可以吗？毕竟，像我这么支持你的老板不多哟。等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啊，稍等。哎呀，对，来，拿着。这个好，这个水特别好，它有点甜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身体特别好，喝了也会降火啊，好走啊。怎么？他不干了？我真的想不到，怎么就来这一出？要走就让他走呗，既然心已经留不住了，你强留他，他还能安心给你办事儿？不是你说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新城很多项目都是他负责，他要一走的话，一时半句我找不到人的。我看呢，他今天就是来找你逼宫的。走，哎呀，坐下嘛。让他一下子走也行，但是万一他去了 SG， 回来失败怎么办？去 SG， 他也要能去得了才行。徐总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 SG 收购这次项目的徐总。徐总你好，我是星辰运营部总监乔思思，负责这次爱瑜伽交接工作。
爱瑜伽项目负责人不是夏言吗？这项目交接到一半了，负责人说换就换，你们星辰是不是太不专业了？徐总，不是这样的。夏言呢，他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。我们孙总很重视这次跟您的合作，所以特地换我来，这样级别上也是跟您能比较匹配的。哦，原来你们孙总认为，我们 SG 现在才配得上乔总监亲自出马。徐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也是才刚刚进入星辰。不过您别担心，我对项目的熟悉度不比夏言差，一定不会耽误这次进度的。那辛苦你了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忙。喂，小太阳，需要能量吗？需要，我现在特别需要，极其需要。怎么了？我今天去跟老孙提辞职了。哦，他怎么说？他能说什么？还在拿遥遥无期的升职加薪挽留我呗。可我真不想留下。不留就不留，你也别着急。我在北京3年，好歹还有些积蓄，虽然不多，但也能够应付一阵子。实在不行，家长晚点再见嘛。等你准备好了。那怎么行？我们都计划好了的。我这辈子都是你的人了，跑都跑不了。早一天晚一点没什么区别。我是不想你因为工作事情压力太大。我这边已经放心吧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嗯，晚安。嗯，爱你。唉。SG 的面试邀请函。从运营的角度来评价一下秀我吧。如果让你来做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认为秀我是一个针对女性用户比较成功的社交电商平台，不管是它的线上运营还是线下的主体操作。你对秀我的用户留存率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吗？留存率。好了，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。好吧，谢谢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，这是我的面试邀请函。嗯，好的，稍等，我查一下。夏言是吧？对。好。你好，我是来面试运营部运营岗位的夏言。坐。为什么想来 SG？ 基于了解，也基于挑战。SG 目前主推以女性用户为主体的项目，这和我之前工作负责的项目有所重合，也是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。当然了，作为新州地标性的互联网公司 ，SG 是每一个运营都想来的地方。我已经从业6年，我认为我做好准备了。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就好。从运营的角度评价一下秀我吧。秀我和其他电商比起来，对用户的划分更为准确，这对推广运维来说有利有弊。好处在于用户具备共性标签，省去了前期推广时对用户的筛选，但同时也为秀我后期的维护增加了难度。主要依靠网红自己与商家的合作，通过接广告的方式。可是女性社交电商平台不止秀我一家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
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，有什么结果我们会尽快通知你的。谢谢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挺不错的，专业过硬，想法也挺多，而且经手的项目成绩都不错。我觉得也不错啊，看来薛总监又有一名得力助手了。但是这个人呢，曾经是我们合作公司的员工，如果把他招进来，可是有挖墙脚之嫌的，在业界影响口碑都不好。他的面试邀请是谁发的？好像是徐总亲自让人事部发的。来了，来啦！哎，把门关上。哎，你换鞋啊？哎呀，换什么换？你买的什么呀？这是好吃的。买什么了？哎呀，好吃好喝。别往餐桌上放。啊，不是我这做了一桌子菜，你还买这么多吃的呀？烫饭。本小姐高兴。还用得着问吗？肯定是有什么好事儿。说吧，又集邮了哪国的帅哥啊？找个帅哥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是庆祝我找到工作了。工作？你找工作？想通了？哎呀，我也没想到有一天我居然会变成家具店导购。欢迎光临。这整哪出啊？来，为了庆祝我开启人生新的篇章，我们干一杯。干杯！等我一下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 SG 人事专员，请问是夏妍夏小姐吗？对，是我。很遗憾地通知你，没能通过我们的面试。哦，我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吗？抱歉，我只负责通知面试结果，具体原因不太清楚。祝你找到满意的工作。好，谢谢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谁欺负你了？我被 SG 拒了。为什么？我也想不明白，我明明表现挺好的呀。好好想想，是不是面试的时候疏漏了什么？不会啊，我面试的时候看他们表情都挺好的。再说了，就算有什么疏漏，他也至少告诉我被拒的理由吧。你是不是得罪哪个面试官了？我都是第一次见他们啊。年轻人还是不要盲目自信了。哦，之前我们在星辰聊合作的时候，我见过他。他这个人吧，看上去就冷冰冰的，而且看我的眼神也奇奇怪怪。女的吧，同性相斥。哎呀 ，SG 不会这么草率的。不行，明天我得去问个清楚。哎，大表姐你就让他去吧，他不问清楚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对啊。哎呀，好啦，我又不是非去 SG 不可，那么多公司呢。来吧，继续干杯。来吧，这是等价访谈的几个基本要点，就我们最近收购的几个应用谈一下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。像这几个问题，就交给你来回答吧。徐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薛总监，人事部没通知你吗？我就是接到了通知才过来的。我通过了贵公司的前2轮面试，评分都很高，自认为3面也不错，却被薛总监给淘汰了。所以我想过来问一下，我到底是哪里不足，日后我也好有所提升。他被淘汰了？对。面试结束之后，我向清晨的乔总监确认过，他说夏小姐是因为无法胜任运营部的工作而被辞退的。辞退？怎么会是辞退呢 ？SG 一向用人谨慎，档案上有不良记录的人，通常首面就会被淘汰。你之所以能通过2轮面试，只是因为星辰那边的档案更新速度太慢了。我明明是自己主动离职的。关于这一点，
我不能只听信你的一面之词，除非你能给到我有效的离职证明。徐总，我的决定没有问题吧？从程序上说，确实没错。程序，我之前在星辰的工作成果，你们2位也都看到了。至于乔总监为什么那么说，薛总监你应该心知肚明。难道程序真的比真相还要重要吗？当然不是，重要的是结果。如果真如你所说，你是被人陷害的，那也只说明你这几年的人事关系处理得非常失败，自我保护意识不足。以后你要学会看人。薛总监说的没错，任何的空话都没有意义，重要的是如何让星辰收回他们的诬陷，把辞退记录消除。如果星辰可以消除我的辞退记录，你们2个是不是就愿意给我一个公平的机会？当然。面试已经结束了，人事在12点之前会确定录用名单。现在是上午9点半，也就是说你还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去确认自己的清白。好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这是我打印好的离职证明，证明我在星辰的这些年没有任何过失，是主动辞职。请签字盖章。本来以为用不到这个的，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那我们就白纸黑字的写清楚。怎么？他们给你写成被辞退了呀？哎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这底下的人是怎么办事儿的。不过这人事部那边也是按程序走的，我这里有点忙，要不这样，你改天再来，我帮你问。我今天就要把事情给办了。那我可帮不了你了，我这儿还有个会要开，而且你已经离职了，在这里进出也不是特别方便。要不这样，你先到外面去。好，我本来是不想让孙总为难，才过来找你的。既然这样，我只能去找能办事的人来办。你找谁都没用，这离职证明得孙总亲自签字，我们才能盖章。但是这孙总今天好像还有事儿，来不了。哎，今天不准来公司，谁的电话都不要接。无法接通。孙总，孙总，孙总，孙总。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不光是向外做进一步的拓展，而且是要向内做进一步的改革，尤其是在用人机制上，因为人才永远都是发展与创意的核心。我们呢会推陈出新，也会夏言，都这点儿了，你也该饿了吧？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去？我等孙总一起吃。等孙总？你等孙总恐怕要等到明天了吧？思思，思思，徐总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就知道，如果是徐总过来，孙总就算有再忙的会，也还是要赶过来。刚才那个电话，不是徐总助理打的吗？打电话的是我的闺蜜。
有什么事儿呢？现在就去我办公室慢慢数钱。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。徐总，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谈。我们继续吧。孙总，我记得当天就是在这间办公室，我亲口向您提的辞职，怎么现在变成我被星辰辞退了呢？我在这里进进出出了6年，从来没有想过会被人从这里赶出去，更没有想到为了一张简单的离职证明变得这么困难。夏言呐，我呢一直还是很器重你的，很上进，很精明，为公司也创造了很多的价值。但是，就在你离职的这前1个月，你因为个人的情绪，导致你工作上极大的失误，好几个项目因此都耽误了，你知道吗？孙总，那您具体能说明一下是哪几个项目被耽误了吗？您要是理不清楚的话，我们就去申请劳动仲裁。如果是因为我给公司造成了损失，我愿意赔偿。这个，好，项目的事情再说。但单凭 SG 未来3年的短期的规划和我们星辰未来项目，那可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。你作为星辰的资深的运营，就算你离职，短期之间我也不会让你去 SG 的。我当初跟星辰签的劳务合同没有签就业禁止协议。无论如何，这份离职证明我是拿不到了，是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走法律的途径，并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。亲爱的，你太坏了！昨天晚上你折腾的那么……放心吧，这是我第1次听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过会儿我去删除。原本我刚刚生气的时候，想过要拿这件事情来报复你，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，没有必要拿别人的为难来降低自己的平衡。孙总，咱们劳动局见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夏言，其实吧，我这么做都是舍不得你走。但是吧，你有更好的平台可以去发展，我从内心个人觉得很好哟，我愿意啊。这样，我现在就去帮你把离职证明也办了，好不好？子思，子思。干嘛？帮夏言把离职手续给办了。我不去。现在去办呐！你凶什么凶啊？我去。徐总再见。好，谢谢你。夏言，你来晚了，已经过了12点了。20分钟前，我已经把离职证明交给人事部了，这个是副本，你们看吧。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，夏小姐的工作能力确实不一般。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不能录用你。为什么？刘一鸣你认识吧？听说你带着几个朋友大闹他的婚礼，甚至还招来了警察。我们 SG 可是上市公司，是不会雇佣那些喜欢惹是生非的人的。
刘一鸣和我朋友本来都已经准备结婚了，可是他却婚前出轨，所以我朋友就跟他分手。可是他却在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地点跟他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。我们那天去婚礼现场，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刘一鸣的真面目，还我朋友一个公道。如果这样在你们眼里也算是惹是生非的话，那么 SG 确实不适合我。等一下，既然是对方有错在先，婚礼的事就不能算是过失。薛总监，这事儿你确实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不用了，因为档案的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到一个人，甚至都没有向当事人求证，这样的公司不进也罢。确实不能因为档案问题就轻易否定一个人，当然，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言行就轻易否定一家公司。你说对吗？月薪2万，15薪，3个月试用期，下周一入职。夏言，这都是你今天喝的第5杯咖啡了，你晚上不睡觉了？你心脏不要了？唉，我都快愁死了 ，NK 到现在都没有拿下。那你就再想想办法呗。可现在就是想不到办法了呀。那要不然你休息一下，看会儿手机，刷刷视频呀什么的，放松一下。算了。你试一下嘛，快，听话。就是嘛。夏言，你干嘛去？抓鱼去。抓鱼 ？NK 那边夏言肯定是搞不定的，还是让我去吧。不行，项目即将要上线了，任何方面都不能有短板。你还是要负责全局的统筹，而且就算你去，也不一定搞得定。严长军的假想敌是我，最后必须由我来对付他。那你让夏言去又是为什么？给他个锻炼的机会也好。你别忘了，你是在董事会下过军令状的，上线用户必须突破1000万，这没有 NK 的合作，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目标的。这绝对不是一个让新手去锻炼的时候。但是严长军并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如果我现在派你去，无异于就是告诉他我已经走投无路，必须破釜沉舟，这样只会让他更加肆无忌惮。而我派夏言去，说不定可以让他放松警惕。你真的要把前途全都压在夏言身上吗？Amy， 文件啊。拿回去重做。一点事情办不好，我养你们干什么的？脖子上长的是木头还是脑袋？还站在这干什么？出去重做，下班之前放到我桌上。同学，你有预约吗？预约？对，有预约的话才能进去，没有预约的话不能进入。我是今天临时知道这有讲座的，能不能？不能，这个讲座很火爆，一收钱已经约满了，很多同学想来都来不了。我要是给你开后门，对他们不公平。后门？尊敬的各位领
导，亲爱的同学们，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你们的学长，著名的程序高手，业界知名的互联网创业者，我们理工大学的传奇毕业生严长军先生来做演讲。关于他创办 NK 的事迹，想必你们都很熟悉了，但他还有你们所不熟悉的另一面。现在，请看大屏幕。又是这段视频，都播多少遍了？该做新的了。知道了。还是7分钟吗？是。我上个洗手间。抱歉，严总，我实在找不到跟您正常沟通的机会了。我知道您有6分钟的时间，您给我3分钟就行。听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项目。能否先让我解决一下我自己的事情？竟然还真的没走，看来许成义真的改口味了，喜欢你这一款。严总。SG 的闺蜜星球跟 NK 的花信在功能上有很好的互补，如果2家可以合作，互相引流，会达成共赢的局面。不管对 NK 还是对 SG， 都是不可错失的机会。你知不知道许成义之前还有一个合伙人，叫做林威？我不知道，但您一定知道的是，国外现在有团队正在研发跟我们2款 App 功能相同的软件，这只是他们进军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步。接下来，他们会利用自己的资金还有技术，侵蚀整个中国市场，达成独占。SG 跟 NK 必须要强强联手，才能保证国内的市场份额不被蚕食。互联网的竞争是国际化的，优胜劣汰本来就是铁律。你那么有爱国情怀，知不知道许成义曾经把一款应用卖给国外的公司呢？ODC 国际程序大赛是面向全球无年龄、无差别的程序设计竞赛，比 ACM 竞技赛更具开放性跟挑战性。首届便诞生了2位冠军，更让人意外的是，2位都是来自新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，2人早已飞升校园，有代码抗力之称，还挺厉害，让很多人望尘莫及。这个时间点刚好很堵车，你吃饭了吗？边吃边聊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林长军给你打电话了？他说你把他堵在男厕所里面了。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当年的那款软件，不是你主张要卖的吧？他把这个告诉你了。钱也不是你拿的。你为什么这么觉得？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啊？这事儿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现在还在讨论是谁卖的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因为我相信不是你卖的。严长军他看着蛮横有决断力，但实际上偏见往往会影响他的判断。看来你还真的是长进了，你现在的品味和判断力都有所提升。所以当年那款软件是那个叫林薇的女生卖掉的。他把这个也告诉你了？你和林薇，你们……其实你很早就想知道我和严长军的事了吧？我和严长军不能算是不愉快，只是英雄所见略同，审美很接近，这样就容易产生竞争。除了这方面呢，在技术上，我们也是有一些分歧的。我查过他的资料，那一届的设计大赛他拿了第2名。而且这个人很聪明，他是个绝对的务实派。那个程序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一起研发出来的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欢而散。他因为这件事儿
到现在还耿耿于怀。当初你们2个喜欢过同一个女生，是林薇。反正和 NK 合作的事儿，你不用管了，我来负责。林总，你出去了？啊，你吃饭了吗？没呢。哎，喝口水。不用了。林总，我听他们说这公司要关门。听谁说的？干嘛说什么呢？他们说这公司业务开展的不顺利，然后一直没有单子进来，还说财务都因为你没法发工资都跑了。我一开始是不信的。可是后来我跟5哥出去跑单子，人家一听我们公司的名字就拒绝了。你说5哥都这样了，那我……你也想走了？我没有。其实吧，我就是有点害怕。实话我可以跟你讲，公司这段时间的确遇上了困难。郝总离开。带走了我们很多意向客户，资金链跟着也就出了点问题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忙这个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已经解决差不多了，我已经约好了人，这周就签合同。他们公司看着我们新团队有活力，也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愿意投资。过2天就会有一笔100万投资款进来。真的？后续还有2家业内的大公司愿意跟我们投资。是不是啊？我骗你干嘛？公司要是没钱了，我还开它？我是嫌自己钱多，想着发了给你们发工资吗？是，我就说嘛，那帮人什么都不懂，他们瞎说的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有我兜着呢。业务方面你要多上点心。哎，对我、对公司不信任的人，他们想离开就让他们离开吧。但公司好了起来，有他们后悔的时候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这几天跟着5哥出去跑业务，该学的我都学会了。而且我知道，我能有现在的工作，就是林总你对我好。你放心，林总，你只要不赶我，我不会跑的。行，别给你姐姐丢脸。哎，走吧。你看我这脑子，没吃饭呢，我这得给你买饭去啊。记得上次和你一起喝咖啡，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7年。师兄，你记性还是这么好啊？7年，又不是70年，怎么会忘记？其实有些时候忘记，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我就没有这么好福气喽。我永远忘不了什么人是朋友，而什么人却不是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我想，看来你也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只懂编程的许成义了。很好，是你教我的。技术为人所用，如果不懂得人心的话，再好的技术也做不了好的产品。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，记性也不错嘛。你教过我的我都记得。所以无论你怎么看我，至少在我的心中，你仍然是那个梁世一。话不敢当，你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的高管了，而我只是在自己的1亩3分地。哎，看看，1亩3分地里扑腾。我从来不敢与你为敌。这些年，你们 SG， 我们 NK， 也从来没有冲突。互联网的市场发展得如此迅速。不再是以前那个小池塘了，你我2条小鱼相忘于江湖，有什么不好的吗？我听说 NK 也都准备上市，小道消息。也是啊 ，NK 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应该也不敢与 SG 为敌。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说的好像我怕你似的啊！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说 NK 和 SG 从来没有合作过，这外面会有很多传言会说传言而已嘛，不足为虑。他们会说你不跟我合作，是因为你怕跟我同台竞技，高下立判。是吗？我好怕啊！胡说！我倒是觉得是你不敢和我合作吧，不然我们2家公司谈业务，哎，你至少应该派一个类似于薛宁这种级别的人来跟我见面，不可能派一个刚刚入职几个月的小丫头，不符合常理。没想到你对我们公司的人员调整这么了解。你怕他来，就是希望我拒绝他，这样你就可以在董事会面前说我不想合作，是不是？我只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在意级别，我认为你看重的是能力和魄力。那你的意思是你招的那个夏言很有能力，很有魄力喽？当然，夏言是我亲自招进 SG 的，我相信他。我说你这个亲自去招一个运营部的职员，他一定是有什么地方特别打动你吧？但是你想想，我现在的口味跟你还能是一样吗？他能打动你，未必能打动得了我呀。我说的是工作，不是别的。瞧你认真那样，行，工作能力，那咱们就公事公办，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。以后咱们2家合作啊，全部交给夏言来谈，行吗？从现在开始，合作的一切事务由我负责。怎么心疼了？还是哪儿不舒服啊？反正成与不成，我只和你谈这一次。不太对啊，我怎么稍微感觉到你有一点小小的急躁呢？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被我触痛了呀？啊？怎么可能？闺蜜星球对于 NK 来讲也是一种机遇，而且你们 NK 也处于上市的阶段，能够和 SG 这种规模的公司合作，不但是很好的宣传，也是你们 NK 能力的实现。希望不要因为我们2个人的问题，影响到2个公司的前途。转移话题，我根本就没说不和你们 SG 合作呀，我只是希望把你换成夏言来跟我谈而已。不可能，你刚才也说了，级别不同。做大事不要拘泥于小节嘛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把你和林薇的事情告诉夏言。哦，不过你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，没准哪天他就知道了，我也没办法。他为什么要知道？我过去的事情和我现在的下属之间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知道吗，许成义，这7年来，你确实有很大的变化，但是有一点你始终没有变，就是不坦荡。我不与你作对，是因为看在我们的同窗友谊，但是我也永远不会和你这样的人合作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别人，你希望别人去猜测你。跟你这样的人合作，太累了。反正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，这次合作对于 NK 的意义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别走啊！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小磊，学长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那天晚上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没事，只是你这样喝酒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，
我还有公司要扛着，我只是真的放不下。你应该振作起来了。我认识的是在学校里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的学长，他能应付一切状况。学校的事还提他干什么？当初我信心满满的去到北京，想着凭着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片天，可等待我的却是业绩被抢，空有一身才华，又因为没有背景和人脉，反而遭人嫌弃。我每天想着没关系，为了夏言我可以努力忍受，可结果还是那样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还好，现在一切都好起来了。你不是工作也稳定了吗？可我为之努力的目标，却被我搞丢了。小磊，帮帮我好吗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分开，我想要的是白头偕老。可是，就算得了绝症，也得给一个治疗的机会，对不对？过去是我不对，可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我愿意用未来所有的时间来向他证明，我的心里从始至终就只有他一个。况且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相信他也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给我和我7年的感情一次机会，帮帮我好不好？那我再帮你试试吧。谢谢你。你下班了吧？嗯。那走吧，我们一起回去。菜我都买好了。好。今天见到严长军，的确让我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儿。你现在肯说了？他之前和我打过一个赌，赌注就是你昨天提到的林薇。他单方面约定，说是只要谁赢得了那次比赛的冠军，谁就可以和林薇交往。你们这样做也太不尊重林薇了吧？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跟他赌，可是他后来在 BBS 上下了战书，而且还替我报了名。结果他输了。后来因为他也参赛了，他和我一起拿到了那次比赛的冠军。他说，既然他也赢得了比赛，应该由他自己来做选择。结果林薇选择了你，所以那场赌局，他和你都变成了赌注，林薇才是赢家。林薇是一个不需要别人替她担心，她自己就会赢得尊重的人。听起来他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我和林薇志趣相投，她这个人很要强，思维清晰，逻辑缜密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生可以把代码写得这么漂亮。听说过颜控、腿控、手控、脚控，原来在 IT 界还有代码控。总得要有个切入点，来说明这个人与众不同。学长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如果夏言到楼下的话，我会马上给你发消息的。小磊，要不你先吃点吧，他没这么快回来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学长加油。
林威人呢？后来，他就出国了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3年前在机场，我也在等一个人。哦，原来你等的人是他呀。3年前的那一天，不止你不开心，其实我也挺灰暗的。你等的航班没有来，我等的人也失约了。你计划了6个月，而我等了3年。其实没有什么轻重之分。我觉得作为当事人来讲，都是一样的难过。其实那天不只是失望，甚至是绝望、愤怒，胸口憋着一团气，很难受。是你的糖果解救了我。是吗？也许真的只有先尝到酸，再吃到甜，那种幸福感才会比较明显吧。没想到我的一颗糖，原来立了这么大的功劳。其实我挺羡慕你的。啊？羡慕我？嗯。在成年之后，有多少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情绪？他们总会觉得在别人面前失态很丢脸，但是你不一样。那天在机场，我看到你哭泣的样子，我忽然就很羡慕你。所以你是羡慕我那天特别不顾形象，满脸都是大鼻涕的样子？后一秒就可以雨过天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不得不说，让我猝不及防的是，你当时那个笑容，确实很温暖。我是小太阳来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的手链和糖果我就收下了，作为纪念，也让我自己树立一个目标。虽然没有你转换的这么快，但是我相信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也会释然。你今天怎么想到跟我说这些啊？或许用你的话来说，追忆似水流年。其实，在过去的感情里，我一直是被动的。后来我又仔细想过，如果那3年，我愿意去美国找他，也许结果会不一样。但是结束了就是结束了，运行不出结果的程序，必然会有它的漏洞。在错误的时间里，不会遇上对的人。那你现在释然了吗？你今天的知情权已经用完了。我吃好了，你呢？走吧，送你回去。Hello， 徐总，会开得怎么样？很成功，我马上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。哎，怎么就你自己啊？夏言呢？刚才有个男的找他，走了。0号。严总找我过来，应该不只是为了陪你看风景吧？当然不是。签了这份合同，对面的大楼里就将会有你的一席之地。聘书？我们马上要成立一个云端运维事业部，想聘请夏小姐担任我们的总监，主持新部门的建设。据说许成义是把你从星辰挖过来的。
那么他就应该会想到，同样有人会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挖走。跟他比起来，我更懂得惜才。抱歉，严总，我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打算。不打开看看吗？徐总引导我进入 SG 是知遇之恩，中间几次我都险些要离开，但是每次在紧要关头，我才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不仅是因为这个平台，还有这里面的人。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机遇，但是只要 SG 留我一天，我都不会主动离开。严总，我先告辞。有点意思。去。徐总，上午的会，刚才那个会议，艾米在5个小时38分钟之前就已经向我汇报完了，所以你用了5个小时38分钟去处理，说清楚了吗？对不起，我刚才办公时间、办公地点，有公事就说，私事我没空提。还有，半天的假期找人事补一下。那马上到下班时间了，我能否请徐总吃个饭呢？这次是因为私事，如果今天不行的话，明天也可以。就今天吧。好，那我去订餐厅，我们下班见。徐总，徐总，菜要凉了。嗯。其实我今天去见严长军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件事情不需要你参与了吗？这 SG 和 NK 能否合作，对于 NK 来讲也不是一件小事。NK 能发展到这个阶段，他必然会投资上市的。他严长军谋划了2年，去年上市失败，投资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。投资商给 NK 的压力，比往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大。严长军这个人你也有所了解，他如此要强，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第2次失败。如果 SG 和 NK 能合作的话，长期发展下去，必然会是双赢。我们要是能合作的好处，我上次就跟他讲过了。可是，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送上门的互惠互利的关系，他偏不要。他未必是不要，也许是在等一个时机。什么时机啊？总之呢，和 NK 的合作，你就不需要操心了。规避星球前期推广，我心里有数的。其实我今天去见严长军，不只是为了闺蜜星球的事儿。他想让我去他公司，我拒绝了。喂，严总。喂，是我。夏言他有其他的任务，合作的事情，从今天开始不需要他管。有问题你就来找我。
还有，夏言是不会去你公司的。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他。夏言就是夏言，没有任何可比性。我们之间渊源极深，你就不需要猜测什么了。既然工作的事已经了结，我希望我和你的私事不要打扰他。夏言，这菜都要凉了，吃饭吧。夏言，有个东西，要是我今天送不出去的话，恐怕我晚上会失眠。本来就应该昨天给你的。什么呀？你把它还给我了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把它放在自己酒柜里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每当我烦闷、想要借酒消愁的时候，只要一打开酒柜，我就会看到它，就会让我想起那天在机场的你。有一种笑容是有感染力的，会让看到的人不自觉嘴角上扬，跟着会心一笑。桑葚这个词用在你身上很精准。不过，我很久没有看到这种笑容了。不过是个旧手链而已，你要是喜欢就留着吧，不用还给我的。我想，你现在比我更需要它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，对过去的感情是不是已经释然了？这就是答案。它曾经是我的药，既然我的病好了，也就不再需要它了。更何况，只要我想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本尊，何必舍本逐末？你今天生了2次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学着像你一样任性了一把，结果效果并不好。一个有点小气的 boss， 还挺特别的。是特别好，还是特别不好？特别吧。爽，你跟马克到底怎么回事？他说你不接他电话，还把他拉黑了。我最近忙正事儿呢，总给我打电话，烦得要死。什么情况？他干嘛一直给你打电话？我最近没去上班。对了，大表姐，你有空帮我跟马克说一下，那合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不用去考勤的，让他别给我打电话，否则他死定了。我才不管你们俩事儿。我怀疑那个马克是爱上你了吧？要不正常人怎么会跟你这么瞎折腾？哇哦，那他真的死定了。哎，可怜的马克哟！哎，夏言，你可不要在这跟我旁观者清、当局者迷的。小磊可跟我们说了，好几次看到许成义送你回家，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事没告诉我们？
说，你们俩进展到哪儿了？也没什么进展，就是觉得我最近心态上好像有些变化。什么变化？以前吧，他跟我说那些肉麻兮兮的话，我总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会觉得心会乱跳。小朋友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哦。我还不确定呢。什么不确定啊？什么都不确定。你给我比如一个。比如，他以前吧也总跟我说一些调侃我的话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他说的到底哪句真哪句假。哎，反正他就是奇奇怪怪的，我也说不清楚。你们这是不是叫暧昧啊？暧昧就是相爱为爱，还差那么一丝。爱和爱差的可不是一丝，是一日。哎呀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谈性色变？我要教你们几个实用知识。我也是这个人啊！夏爷，你就这么看着不救我？我承认，我是喜欢他。夏言就是夏言，没有任何可比性。我们之间渊源极深，你就不需要猜测什么了。我记得有人问过我，对过去的感情是不是已经释然了？这就是答案。他曾经是我的药，既然我的病好了，也就不再需要他了。更何况，只要我想，我每天都可以看到本尊。